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血栓的大户竟然是肥肉的5倍。医生提醒，常吃血管或扛不住。血栓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个吓人的词汇，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无论是人体哪根血管堵了，大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凶手——血栓。血栓要是堵在了脑血管，就会导致脑梗；血栓要是堵在了心血管，就会导致心梗；堵在了肺部，就会导致肺栓塞。据统计，因血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已占全球的总死亡的人数的 51%， 远超过肿瘤造成的死亡。4个信号提醒你血稠了。血液粘稠是一个血液流变学的概念，指血液中的有形成分多了，血流阻力增加，导致血液流速变慢。粘稠的血液主要是有形成分增多引发的粘稠，流经一些小血管的时候容易形成栓子，小血栓发展成为大血栓，乃至发生严重的血管堵塞。血液粘稠的人在4个时刻可能会出现特殊的症状，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晨起时头晕。有的人早晨起床后感觉头脑不清醒，思维不流畅，可是晚饭后精神却达到了最好的状态，这很可能是血液粘稠高惹的祸。午饭后犯困。健康成年人午饭后的困倦感可以忍耐，血粘度高的人午饭后犯困，如果不休息一会儿，就会浑身不适，整个下午都无精打采。这是由于血液的粘稠度导致的大脑供血不足，只有小睡片刻，精神状态才会明显的好转。下蹲时胸闷。血稠的人中肥胖者较多，这些人很难蹲着做事，或蹲着干活的时候胸闷气短，这是因为人下蹲的时候回流到心脏的血液会减少，如果血液过于粘稠，就会使肺、脑等的重要脏器缺血，导致呼吸困难、憋气。劳动后容易气短。有些人的嘴巴是青紫色的，并且稍微的进行体力劳动，就会出现气短等的症状。这类人群除了当心血液粘稠，还应该注意排查是否同时伴有心血管和肺脏的病变。中老年人如果出现上述的症状，又没有明确的心脑血管病史，应该及时的就医，通过血液流变学检查和血小板聚集试验等，监测血液粘度指标。有些情况下，血液粘稠度变高，可能会没有任何的症状。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患者、长期吸烟者，包括二手烟和45岁以上的男性是高危群体，最好定期的体检。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常常归咎于肉质类的食品，尤其是肥肉为心血管疾病的头号杀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肥肉并不是血栓的唯一大户，很多食物也是需要注意的。除了肉质类食品外，有些食物如果吃多了，也会增加血栓的几率。想要远离血栓，一定要避免摄入过多的以下的4种食物。血栓大户被揪出，是肥肉的5倍。医生警告，常吃血管后会扛不住。高盐食物。高盐食物是血栓的大户，经常食用会对血管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很多人钟爱各种的腌制类的食物，比如腌菜、腌制肉类等。虽然这些食物能够刺激食欲，但却不利于血管的健康。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人体摄入过多的钠离子会导致血压升高，同时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从而对身体的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研究表明，摄入过多的盐会增加 10.7% 的中风死亡率和 21.4% 的高血压、心脏病的死亡率。盐摄入过多会直接的导致血压升高，这是由于钠离子对血管壁的压力产生影响的结果。长期高血压就会导致血管壁变薄，增加了血管破裂的风险，同时也会对心脏和肾脏等的器官造成了损害。动物内脏。
内脏含有大量的脂肪，这些脂肪在进入到人体后会被转化为胆固醇，而胆固醇是引发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当动脉粥样硬化逐渐的加重的时候，会使得血管变得狭窄，血流不畅，从而使得血栓更容易的形成。脑血栓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它通常是由于血管中的血栓堵塞了脑部的血管，导致脑部缺血缺氧，进而引发脑部的组织坏死。而经常食用动物内脏等的高胆固醇食物的人，更容易出现高胆固醇血症，这会使得脑血管的风险大大的增加。3. 酒精。酒精被人们誉为是血栓的大户，经常的摄入酒精会对血管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酒精在体内会刺激血管壁，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同时还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容易形成血栓。除了对血管的直接影响外，酒精还会对肝脏产生损害。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脂肪肝、肝硬化等疾病的发生，进一步的加剧了心血管系统的负担。此外，酒精还会影响人体的代谢过程，增加糖尿病、肥胖等疾病的风险，从而进一步的加重了心血管系统的负担。4. 油炸花生米。油炸花生米被视为是血栓的大户，频繁食用可能会对血管产生不良的影响。首先，油炸花生米中含有较高的脂肪和热量，长期的摄入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和肥胖，进而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此外，油炸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如丙烯酰胺和多环芳烃，这些物质可能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特别是对肝脏和肾脏等的重要器官。其次，花生本身含有较高的脂肪和蛋白质，而脂肪和蛋白质在油炸的过程中容易变性，导致其营养价值降低。同时，油炸花生米中的盐分也较高，长期的食用可能会导致高血压等的疾病。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是降低，都会使血栓进一步的形成。3. 预防血栓吃什么好？这5个食材是脑血栓的克星。1. 芹菜。有临床的研究证明，芹菜中的粗提取物在临床实验中有显著的降血压、扩张和软化血管的作用，是因为芹菜中富含芹菜素的成分，并且芹菜有充足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但热量却相对的比较低，进到身体后可以控制血压的提高。与此同时，还能够预防脂质类的物质在血管壁上的沉积，是当之无愧的血管清道夫。2. 西兰花。西兰花属于十字花科的一种蔬菜，由于其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已经成为了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西兰花具有避免血管阻塞、清化血管、增强肝脏解毒能力的功效。西兰花含有一种化学物莱弗硫烷，能够启动血管内的一种保护性蛋白质，形成自身的防卫系统，从而避免血管阻塞。此外，西兰花是含有类黄酮最多的食物之一。类黄酮除了可以防止感染，还有很好的血管清理剂，能够阻止胆固醇氧化，防止血小板凝结成块。适量的多吃西兰花还会使血管壁加强，不容易破裂。西兰花中丰富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可以增加肝脏的解毒能力，预防感冒和坏血病的发生。3. 番茄。熟了的番茄富含番茄红素，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剂。这些物质可以中和自由基，防止自由基对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有助于保护血管健康，可以有效地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4. 黑木耳。黑木耳中含有腺嘌呤核苷，这种物质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黑木耳中还富含植物多糖，可以降低人体对胆固醇和脂肪的吸收，防止血栓的形成。所以日常多吃黑木耳对于预防血栓有着不错的效果。5. 洋葱。洋葱其中的硫化物和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和抗凝血的作用。它还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蔬菜，这些营养物质可以起到降低血液粘稠度、减低血脂的作用。4. 想要更有效地去预防血栓的问题，建议大家做好以下这4点。1. 保持水分摄入充足。
充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防止血栓的形成。2. 适当的运动。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防止血液淤积，从而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骑自行车或者是游泳等。3. 改善生活习惯。长时间的久坐或者是缺乏活动都会导致血液淤积，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因此需要改善生活习惯，如每小时起身活动一下，避免长时间的坐着或者是站着等。4. 定期检查。定期进行体检或相关的检查，如血压、血脂、血糖等，以便及时的发现和治疗可能会导致血栓形成的疾病。如果有家族遗传史或者是其他高风险因素，应该与医生密切的沟通，制定个性化的预防方案。血栓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疾病，如心脏病、脑卒中、肺栓塞等，严重的时候甚至危及生命。过多的摄入血栓性食物可能会增加形成血栓的风险，因此预防血栓的发生非常的重要。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